大家好，我是李灿，欢迎收看以及收听 Easy Mandarin Minicast 中文小播客。今天说实话，我整体非常疲惫，所以咱们今天聊聊疲惫感啊。我这个疲惫感，它基本不是说单一的，而是身心俱疲。那么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让我感觉非常疲惫呢？其实这一整个暑假啊，日程都是有些满啊，包括孩子要学习打篮球等等，还要陪伴他户外运动，因为他的眼睛有点近视了，成天在家里，比如说看屏幕啊、写作业等等，肯定的话，这个近视会加剧啊，所以我们也需要陪他去做户外啊。当然，我就不能把这所有东西都压在我老婆一个人的肩膀上啊。那样的话太累了，而且我自己现在呢又在做一些东西，这所有东西压在一起啊，在我肩头是比较沉重的。但是到目前为止其实还好啊，但是从昨天晚上开始，我感觉有几个因素导致我变得特别疲惫。首先是身体的，就是最近下午6点半啊，我和我老婆都一起陪孩子去上这个篮球课，在一个学校啊，这个学校里头有一些研究生啊，他们体育这个专业的研究生啊，教孩子教篮球比较好。我家儿子之前不怎么喜欢运动啊，我们刚好看到他对篮球有点感兴趣，就想找这么一个老师去教他，想不到特别听这个教练的话啊，学得很认真啊，我们是甚感欣慰啊。刚好呢，我们就一起去了，在那里就稍微运动一下，打打羽毛球啊，等等啊，投投篮什么的。昨天呢，天气挺好，因为之前要么太热，而且要么就风太大，打羽毛球可能就打一会儿。昨天呢，刚好不是很热，也没有什么风啊。我和我老婆打羽毛球可能就打了1个小时吧，因为整体而言，就是整个暑假都没什么运动。突然之间这种高强度的运动，身体有点承受不住啊，感觉太累了啊，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回去的时候，我感觉就特别特别疲惫，这是第一个疲惫的点。第二个就是昨天我们在打羽毛球的中间啊，我妈给我们发了一个音频通话啊，说她和我爸准备过几天啊要到西安来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暑假没有回去，他们也想孙子了啊。好像上个星期开始，我儿子有了一个微信号啊，所以把他爷爷奶奶也加上了啊。他爷爷奶奶就感觉疯了一样啊，成天给孙子发各种信息。我想可能人老之后真的会特别想念自己的孩子啊、孙子啊等等，而且在孙子身上可能也会看到自己孩子小时候的样子啊，会这种投射吧，我是这样想。因为在他们孩子比较小的时候，指的就是我。他们的陪伴比较少，所以等到自己慢慢老去，孩子长大，就特别想把之前没有付出的一些感情投射在孙子的身上啊。但是他们要来这个事情呢，说实话，让我感觉一方面挺高兴的啊，一方面呢，说实话也有点挺疲惫的啊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的日程要被打乱了。就是我现在整体也挺忙的，有很多事情。父母来吧，你不陪不合适，陪又会觉得好像真的抽不出时间来啊，就是一个特别拧巴的一个状态，就是没有一个特别纯粹的一个心理啊。接着第三个让我很疲惫的一个点，其实也是心理上的，因为这个星期我开始招生了，对不对？口语陪伴营，但是这个招生的这个结果啊，完全不如我的预期啊。远远低于预期啊！其实我对自己这个营是特别自信的，因为之前给10个左右的学生上过这个课程啊，反馈都特别好。我就在想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个情况其实让我也陷入了自我怀疑和焦虑当中。这个焦虑一持续呢，说实话，人就会变得特别疲惫啊，甚至有点内耗啊。但是我这人又不是那种坐以待毙的人啊，我就在想，肯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因为一个课程可能$120啊，一个月的课程，虽然你的学习时间是自由的，我会给学生们20个反馈，视频反馈啊，但是可能一下子要投入这么多啊，有点会犹豫不决，并不知道这个课程的真正价值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所以后来就在想，肯定有一个地方出问题了。
最后我就想，应该做一个试用营啊，就1个星期的试用营，价格定的低一点，比如说$25，让学生们真正有机会去感受一下这个营能真正提供给他们什么东西，而不是听我好像吹得天花乱坠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让我又花了很多时间，就重新制作了一个成语故事的相关的任务的 PPT 啊，找了很多问题啊，又用一些图片装饰啊等等啊，又是一些时间精力的消耗啊，这是一点。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呢，又陪孩子去打了会篮球，天特别热啊，因为要户外啊等等。等到回到家的时候，全身都湿透了，然后中午的时候又要陪孩子读英语，感觉很疲惫，真的很疲惫啊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，语言学习这个东西需要坚持，每天都要坚持，所以我觉得不能放松下来，也是日积月累，并不是特别多啊。他最近特别喜欢《驯龙高手》这个电影啊，我们就把《驯龙高手》这个原著小说啊，英文版的找出来。每天可能给他就是有10几句的样子啊，因为也有有声书啊，拆解开来啊，让他首先去听，然后去读，最后进行翻译啊。这个状态我觉得只要能持续下来，日积月累，对他的帮助肯定是很大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突然之间脑子里好像咔嗒一声啊，想到一些什么东西啊，我就在想，其实这个方式就是这种语言转换的方式，是特别适合中文学习者的呀。特别是里面的对话部分，你要转换成中文的一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其实很多老师都说啊，你要有中文思维，不要翻译。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要借助翻译，因为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，我们已经有根深蒂固的母语思维了。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找了一个桥梁，把自己这个根深蒂固的母语思维转换成中文思维，而不是说完全不要翻译。我觉得翻译反倒是一个很好的方式，所以我就在想有没有什么方式我可以这样去做呢？后来我就在想，可能描述的部分并不是特别重要，最重要是对话的部分。那么现在其实很多英文电影我也很喜欢看，我能不能在里头找出一些对话来，把它也设置成一种什么口语营的形式，对不对？然后每天讲个10几个句子，就是通过我视频讲解给学生们讲几个句子啊，让学生们真正的去掌握这种语言的转换的这种能力呢？中文和英文的思维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呢？我觉得这个真的反倒是一个真正非常好的一个桥梁的作用，所以又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去研究这个东西啊。其实现在还没有做出来，我想的就是做出来之后，第1期会作为一个免费试听的一个课程啊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加入底下我提供这个 wait list 啊。所以到这个状态下，我已经把自己搞得非常疲惫了。最后一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就来自我老婆。我老婆今天和我说，她非常疲惫，身心俱疲，而且情绪非常低落。我这个时候就想着去接她的情绪，接她的状态，然后我就被影响了，因为我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让她轻松点，快乐点，我好像只能被影响了啊！我努力试着去和她说说话，开个玩笑等等。但是我发现这个东西不是说一下子就能调整过来，我是特别不喜欢就是让人失望的这么一个状态。就别人和我提出在我看来是问题的东西，我就一定要给人一个解决的方式，要是没有的话，我会很内耗，很不舒服。所以这重重叠加下来，到最后我变得非常非常的疲惫啊！而且说实话，现在已经是下午4点。等到今天下午6点半啊，我又要陪我儿子去上这个篮球课了。想想真的好累，但是人生好多时候就是这样吧啊！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状态，很多时候可能分散到每一天都还好，突然之间全部压过来，就真的有点难以承受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最后再做一个宣传，就是你有没有这种困惑，就是不知道自己说出的中文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。就是你虽然感觉自己也能说中文，好像有点磕磕巴巴，或者甚至很流利，但是其实你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说的是对的中文还是不对的中文，到底地不地道呢？用词用语究竟对不对呢？你可能都无从得知啊。那么下面这个项目可能刚好适合你啊，就是我的口语陪伴营的试听营啊，为期1个星期啊。
每天都有我的1对1的专属的视频反馈，我会告诉你你说的中文究竟对不对，以及怎样去调整，怎样说才是对的啊。如果有兴趣的话啊，可以点击底下这个链接看一下详情啊。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。